大二频道一大集。今天这个内容啊，不单单是一个刑事案件，还折射出了一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针对这种问题所发生的悲剧屡见不鲜，而且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社会不可忽视的元素，以至于这起案件的凶手呢，竟会让人感到惋惜。那我们先去案发现场把时间拉回到2019年。2019年6月1日，日本东京练马区有人打通了报警电话，对方说自己持刀杀人，现在想要自首。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发现自首的嫌疑人竟然已经76岁，而且这个人的身份很特殊，是日本前农林水产省的次官，还曾当过日本驻捷克大使。他叫熊泽英昭，已经退休赋闲在家多年。这个事件更令人感到震惊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杀害的人正是自己44岁的儿子英一郎，由此熊泽英昭在家中被逮捕了，直到事发3个月后才被日本最有影响力综合性媒体朝日新闻爆料。那事件一出全日本国民都感到不可思议。首先，熊泽曾经的职位这个日本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是相当于副部级别是具体负责事务的政府高官虎毒不食子，而且死者熊泽英一郎是家中的独子。那熊泽年过古稀，却亲手夺走了他的性命。作为一名前高官和亲儿子间，那产生了怎样的恩怨，又是怎样的仇恨，让他不惜送走黑发人，制造这起悲剧？他也向警方还原了事件的原貌。熊泽英昭1943年出生在日本岐阜县可儿市。他出生的年代日本经济萧条，百废待兴。10岁那年，熊泽一家来到东京。作为牙医的父亲非常努力，在东京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台东区的名医，名利双收。由此，熊泽一家生活富足，但却没有产生惰性。身为长子的熊泽英昭考入了日本政治家摇篮东京大学法学部，之后还去剑桥留学2年。大学毕业之后呢，考入农林水产省这个农水省是个行政机构他在这儿任职之后，在工作中经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小3岁的女子，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妻子主修日本古代史也很有文化修养，两人的感情顺利，婚姻也很美满。1975年3月，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熊泽英一郎，而后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一家4口人幸福和睦。熊泽凭借过人的才干，职位一路晋升，并被调任日本驻美大使馆第一秘书。他也带着妻儿同在美国生活了几年时间。1981年回国之后，家人对英一郎实行英才教育，儿子的教育是由母亲负责，用严厉的方式让他学习，不允许和学习之外的东西产生任何瓜葛。1987年，12岁的英一郎用优秀的成绩考上重点中学。与此同时，熊泽英昭的职位也继续高升。那根据英一郎的同学回忆虽然他的成绩很优秀，但这个人从小说话就不分场合，或者说情商很低，所有的言行都以自我为中心比如当时呢，班里有一个同学父母去世，那种悲伤和痛苦的程度呢，我们就无法体会。所有人能做的就是去安慰那个同学。那英一郎不但没有安慰，还开始秀优越感我爸爸是次官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以后要是去世了，那肯定会有很多人来吊唁他，日本国民也会哀悼的。就类似这种事情就发生了很多次同学们都感觉这人太过自我，那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慢慢的开始有意疏远，到后来呢，就没有人愿意和他走得太近，会被同学们有意的排挤和孤立。再到后来就会开始发生一些充满恶意的事情，那比如说他走路的时候就会有人打他的脑袋，或者是用圆珠笔扎他，他非但没有朋友，反而还遭遇了恶劣的霸凌。因为他的很多言行都很遭人恨其实这里也是有原因的。那熊泽英昭也逐渐发现儿子的性格比较古怪在得知在学校的遭遇之后呢，就让一家医院给儿子做咨询，然后英一郎就被诊断有精神发展障碍阿斯伯格症候群。那目前这个发展障碍呢，还没有准确的病因，症状就是在社会交往和非语言交流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困难，在分类上呢和孤独症同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但并没有语言和智力上的缺陷，智力正常。那这种问题呢有几个主要的特质：社交困难过度以自我为中心，无法感受或者是揣摩身边人的想法，缺乏同理心。比如突然就会说一句你今天穿的衣服真丑就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说的话会让别人感到难堪或者是不适。
就沟通困难啊，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在语言沟通中啊，他们会很难理解别人说的一些隐喻。比如有人说的大吉，你的脑袋是放在家里了吗？大吉就会很诧异，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的脑袋就一直在这儿啊，那怎么可能忘在家里呢？咱们讲话就是有点直，有点愣。那除此之外呢，还表现在非语言沟通，无法理解别人的一些肢体动作呀，这面目表情啊，说话时候的语气等等。就算别人在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是不悦，他都看不出来。行为刻板呢，特别执着啊，自己的生活习惯呢是唯一的标准，无法接受别人和自己的不同，有不同的就会直接说出来，就会进入到那种社交沟通困难的境遇。就好多人感觉这人情商就不要太低，那实际上啊，这就是阿斯伯格症候群的主要表现。但现阶段对于这种发展障碍呢，还没有单一的治疗方法。如果确诊呢，会进行一些社会技能训练、语言治疗、认知行为治疗等等吧但根据个体不同呢，也很难起到满意的效果。那么这么一类人群就很难融入到社会群体当中。随着这种障碍的加深，那自然就会和外界互相排斥。而且英一郎呢，还有这样一个特质，他的记忆储存呢，就像是保存照片一样。就比如遭到霸凌的事情，就算是过了很久，在他看来也就像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记忆犹新。所以在他的内心啊，就会经常保持愤怒，一直存留着暴力的元素。他会用各种途径呢去释放这种愤懑，情绪异常的激动摔东西或者是打人，而发泄的对象就是自己的母亲。他在2014年的推特里就有发过动态，如果杀人有许可证的话，第一个目标就是母亲。父母对我的教育有问题，每次考试考不好就会打坏我的玩具和模型，因此在高一我吵得过他们之前，这种恐惧就会一直伴随着我，于是性格扭曲的我就这么诞生了。中学2年级开始，第一次打母亲的快感现在还记得。这熊泽英一郎呢，开始用暴力反抗母亲的约束，以至于做出了打断母亲肋骨、把铅笔往母亲手上扎等等的恶行。那这种事情发生让身为高官的父亲非常难堪，但又不能继续把这个事情放大，所以只能是自己在家里面消化，劝说英一郎不要再做过激的行为。他们只能是认为阿斯伯格症导致他不受控制，但好在平时看起来还相对正常不会一直那么暴力无度坚持治疗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所以父母就只能容忍他的种种异常行为。高中毕业之后，英一郎开始在母亲名下的房子独居，在父亲的支持下呢，也读完了研究生，获得了学位。他的理想就是在动漫或者游戏领域发展，自己可以做3D 动漫建模或者是插画师。父亲熊泽英昭也在这一年达到事业巅峰，任职农水省的事务次官。但后期因为一系列的日本社会事件的发生，波及到了正准备大展身手的熊泽，在任职了1年之后，被迫拿退休金走人了。2005年，他又被任命为日本驻捷克大使在工作期间，他会频繁飞回日本，因为相比于工作，家庭的问题更让他头疼。这英一郎因为性格乖张暴力频频就职失败，变得很茫然，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只想在家里打游戏。父亲就托关系给儿子找一份在医院的工作，但很快就和上司产生了矛盾，并扬言杀了对方，所以就又被辞退。他妹妹在这期间呢，交往了一个男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作为哥哥，他却经常口无遮拦，导致男方的家人感觉他家这人很不正常于是就悔婚了。和母亲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妹妹也遭到了哥哥的家庭暴力，在感到绝望之后呢，做出了极端的选择妹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了。母亲呢也因此深受打击，一蹶不振。那熊泽英昭事业家庭两边是忙到焦头烂额。那此后，英一郎就开始彻底与社会隔绝，全身心投入到网络和游戏中。为了保障他的基本生活，那熊泽夫妻就把其他名下的公寓和停车场的租金给他，作为他每月的经济来源。这每月大概是80万日元。所以他在网上也经常说自己是不动产的管理者，父亲是名声显赫的高官，称别人都是蝼蚁，并晒出自己的信用账单秀优越感。给所有看到这条的啃老族们2018年5月，信用卡要还32万3729日元，比你们父母拼命赚钱的工资还要多你们这些无能的贫困庶民，能理解令人讨厌的1亿黄金装备者的痛吗？
这大概是我19岁时候的照片，因为对自己的颜值比较自信，所以把前面的头发梳了上去。然而他之后真正的样子是这样的。那熊泽英昭一直在努力，想让儿子过上稍微正常的生活。他每个月至少去儿子的家里一次，查看一下他的生活状况及精神状态，亲自帮他处理垃圾。要是突然有事儿去不了就可以电话联系，教他垃圾分类处理的方法。父母对他已然不再有什么期待期望只有一个，就是能像普通人一样过正常平凡的生活。那虽然也努力和他进行对话，了解他的内心，但都无法改变儿子的性情。他的态度也很坚决，既然擅自把我生下来，就应该负责到我死前最后一秒。这时候他已经是44岁甚至还不会垃圾分类和清扫房间。2019年5月25日，由于乱处理垃圾遭到了邻居投诉，英一郎直接就犯了社交恐惧症回到了父母家和他们同住，伴随着他越来越不受控制的情绪。2019年5月25日，熊泽英昭走到儿子面前说要把垃圾捡起来。英一郎直接暴怒：“你们这种社会精英都把我当作傻子，只知道让我收拾垃圾。”话音刚落，就抓住了父亲的头发，顺势把他的头撞向了桌子和墙上。过程中呢，竟然说要杀掉自己的父亲，对76岁的熊泽英昭拳脚相加，直到把他打出家门。那这个老人身体孱弱，就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也不敢再轻易回家，怕再招来这个皮肉之苦，就托妻子去劝儿子冷静下来。但对方却说，原谅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我跪下。熊泽竟然直接跪倒在儿子面前，然后不断道歉。之后英一郎就钻进房间，但内心呢已经是完全变态。在父母家，只要和两人打上照面，嘴里就会说杀了你们。父母感觉这太可怕了两人就一直躲在楼上，没有必要就不会轻易下楼。英一郎连续好几天在1楼的房间里打游戏，除了吃饭和上卫生间呢，就不会从房间里出来。几天过后，父母感觉他应该冷静下来了就一直躲着不是办法，就下楼恢复正常的生活起居。6月1日早上，隔壁的小学正在举办运动会，喧闹的声音让英一郎感觉非常不爽竟然冲着窗外大喊吵死了，要杀了他们，然后疯了一样开始乱扔家里的东西，这让熊泽英昭感到了焦虑。因为几天前川崎市就发生了持刀无差别袭击事件，造成了3人死亡，而且凶手与儿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非常相似。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了几天前自己被儿子施暴的场景，害怕如果这次不停止暴力的话可能真的会被杀害，或许还不止自己附近其他人也都会有危险。下午3点左右，母亲不在家里熊泽来到1楼，看到儿子英一郎，他的眼神充满着愤怒，双手紧紧地握着拳头，站在房间门口，然后对父亲恶狠狠地说：“你从我的眼前消失，否则我就弄死你。”这次他没有逃避，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英一郎挥起拳头正要打向自己的时候，熊泽英昭拿起了一把曾经工作用的纪念刀具，直接捅向英一郎的前胸。在混乱之中，英一郎的腹部、前胸和背部多处被刺，最终倒在了房间的榻榻米没有了生命体征。之后，熊泽英昭去浴室洗掉了身上的血迹，换上了一身新衣服，拨通了报警电话。那几天前，父母还一直在努力帮助儿子能够正常生活，但所有的期望也随着事件发生化为泡影。2019年12月12日，东京地方裁判所进行了首次开庭，检方的要求是判处他8年有期徒刑。疑问儿子对家人施暴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没有报警？那熊泽英昭作为公职人员一定知道，在日本有为这类提供精神咨询和帮助的行政系统，却为什么没有寻求帮助呢？因为那些机构只能是针对未满40周岁的人提供支援44岁的英一郎并不在帮助范围内，而且在日本社会家族里有人发生了不光彩的事情那可能是会丢掉整个家族的声誉，所以就算有家庭暴力很多情况下都不会进行报警。而且熊泽英昭的身份使然要更加敏感忌讳一些。在法庭上，熊泽英昭对于家庭暴力的表示就算向警方报警寻求行政帮助进行处理，最后他还是会回到家里，那跟儿子的关系将会更加恶化。妻子也在法庭上哭着说，虽然丈夫做错了事，但不希望丈夫被判处重刑。
也有很多社会人士对于熊泽英昭感到惋惜同时希望法庭可以从轻发落。4天之后的12月16日，东京地方裁判所再次开庭审判，判处熊泽英昭6年的有期徒刑。检方认为量刑过轻，提起了上诉。2019年12月20日，东京高等裁判所允许了对他的保释。这天，熊泽英昭缴纳了500万日元的保释金，从东京拘留所被放了出来。在上诉审判开庭之前呢，他和妻子一直都住在案发的家里。2020年10月20日，二审第一次开庭审理在之前的一审当中，他承认了所有的犯罪事实，但在二审上有所改变。辩护律师表示虽然嫌犯确实杀人可那是在对方的威胁之下，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防卫，所以主张被告无罪。一审时没有主张无罪，也是因为熊泽深感愧疚认为罪有应得，但现在需要正确的判罚。另一边，检方列出了一些蓄意谋杀的证据，就是熊泽英昭的网络搜索记录。在案发前几天，熊泽英昭搜索了杀人罪的量刑、杀人缓期执行这样的关键词。那这些看起来就是可以证明他有杀人的故意和计划。但在法庭上呢，熊泽英昭说自己想不起来了，而且他的陈述当中呢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比如他说3点左右事发，但4点左右路过他家附近的居民听到"去死吧"这样的叫喊声，还有"请原谅我停下来吧"这样的祈求声。英一郎的双手和双脚都有伤口也就是说他有过强烈的反抗。但奇怪的是在他的身上没有发现致命伤，而是失血过多导致休克进而死亡。也就是说，熊泽英昭在儿子重伤情况下放任不管，就这样等着儿子死亡之后才自首的。还有就是他提前取消了和妻子一起去旅行而预定的酒店。那检方认为这是计划性的杀人，并作为证据提交。2021年2月2日，二审宣判，法庭既没有认同正当防卫的说法，也没有认定谋杀，量刑没有问题，维持6年有期徒刑的判决。那么问题来了，熊泽英昭真的是出于自保的激情杀人，还是为了除掉自己不幸的枷锁，选择了计划性杀人呢？受害人英一郎已经死亡，事实的真相呢，只有熊泽英昭才最清楚。但这个案件并非个例，我们在这个案子中说的宅男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准确。对于类似熊泽英一郎这一类人群呢，日本会称他们谪居族不同于宅的定义谪居族是直接与外界切断了联系，就好像是消失在了社会上。那日本曾对谪居族进行过2次统计，2010年的统计人数是69.6万人，2015年为54.1万人。但专家指出这个数据忽略了40岁以上的谪居族群体。如果算上这些人呢，日本谪居族数量将超过100万，也被称为消失的100万人。那这批人大多数都是在70年代后日本经济腾飞时出生，在大萧条的时候上班工作，诸多因素导致融入不了社会，就没有经济收入，使得很多谪居族不得不靠父母的经济来生存。那这种社会问题被称为80-50问题，就是80岁的父母，50岁的孩子，他们的生活除了发呆就是玩一些游戏打发时间，没有固定的作息，困了就睡，睡醒了就接着发呆听音乐打游戏，周而复始对于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也并不想着走出家门，几乎不与外人沟通，只接受父母爱的供养因为谪居族造成的流血事件也有很多了，那熊泽家族事件的发生也算让这个事情再次被人关注，但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那这个议题永远都讨论不完，那好像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案。他们和这个社会之间到底是谁抛弃了谁呢？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吉，有限的了，拜拜。